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最近的电视剧是被心理题材包场了吗？先是杨紫的女心理师，接着赵丽颖的谁是凶手上线，最近龚俊的沉睡花园也开播。心理师这个职业在之前可以说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这种类型的剧非常受观众喜欢。不过相比较前2部的好口碑，这部沉睡的花园可是备受大家吐槽。难道顶流龚俊又要翻车了？接下来就和小编一起去看看吧。小编既然提到了又，那么说明龚俊翻车不止一次。今年《山河令》播出后，成功让龚俊跻身1线小生的行列，甚至有人称他是下一个肖战。就当大家都以为他会资源不断霸屏1整年的时候，龚俊却消失了。纳尼？他到底去哪儿了呢？其实他一直都在拍戏，而且一直都有剧在播出，只不过这些剧都扑街了，没一个能让观众记住的。播出的4部剧中，就有2部是压箱底的剧。先是4月份和陈瑶主演的奇幻网络剧《指尖少年》，悄无声息的播出。这部剧根据游戏《梦幻西游》改编，剧中龚俊依然是古装，但堪称古装男神的他，剧中造型不堪入目，口碑自然也不怎么样，连评分都没开。不过这部剧在17年就杀青，现在才播出，自然是没什么指望。另一部和王子璇主演的《而你刚好发光》，同样是在18年就杀青，播出后评分只有4.6，根本没啥讨论度。然而接下来《你好，火焰蓝》可是在开拍的时候就备受大家关注，剧中聚焦消防员，题材也是大众所喜欢的，但评分依旧只有5.1。剧中龚俊的演技令人拔凉又尴尬，平庸的他让很多影视剧博主就连吐槽视频都不能做得很尽兴。由此看来，龚俊就是条抛物线，短暂的爆红之后就一路下跌。原本想凭借这部《沉睡花园》证明自己，不过现在看来，怕是梦想要落空了。这部剧的热度最高的是榜上第6名，连前5都没进过，现在更是排在了第9，比不过杨幂的《狐厨夫人》，甚至连扑街的两眼血意都不如。剧中龚俊的演技很木讷，完全没有当年温客行的风范。他饰演的心理学家兼霸总，虽然人设高冷，不食人间烟火，但是那也不是让你出演面瘫啊。没有心理学家和大学老师的沉稳霸气和专业风采，很难让人信服。可见还是演技不到位，配不上顶流的热度。同样让人出戏的还有龚俊的配音，剧中只有他用的不是自己的原因，导致在说一些专业名词的时候口型根本对不上，这难免让人怀疑龚俊的专业素养。好歹也是正儿八经大学毕业的，就这，明明龚俊的声音也挺好听的，不用原声不外乎就是台词不过关呗。如果这部剧是一部无脑的小甜剧也就算了，但《沉睡花园》主打的是包着甜宠的悬疑剧，需要非常严谨。龚俊没有用原声，或许成为这部剧的最大败笔。难道是龚俊飘了吗？除了龚俊，女主乔欣也是这部剧的一大败笔，演技很拉胯不说，角色也让她演绎得非常无趣，缺乏个人魅力，尤其是和龚俊对戏，简直不在一个层次。再加上那张大饼脸，丝毫找不到2人的 CP 感，让观众们非常跳戏。其实乔欣已经不是第1次将好本子演砸了，在此之前也出演过爆款剧，还合作过顶流小鲜肉，那就是小风暴了。乔欣跟胡一天搭档演绎都市言情剧，要知道胡一天号召力不是一般的强大，但到了乔欣这儿却全毁了，极度扭曲的表情，演技眯成缝，要不是结合剧情还有那几滴泪水，真的以为他是一个假笑的盲人，完全拉垮，导致播出后被网友频繁的吐槽，甚至称他为第2个 baby。 本以为有了上次的经验，乔欣一定会努力磨练自己的演技，重新赢得观众的认可，可没想到在《沉睡花园》里面出来依旧格格不入，成为唯一拖后腿的人，丝毫演不出角色的魅力，自然也得不到观众的认可，争议更少不了。回归乔欣从出道到现在唯一能拿得出手的角色，还停留在《欢乐颂》里的乖乖女关关，成为热度女星。在剧中作为配角，她存在感不高，大家都将关注度放在主要热度高的演员身上，自然不在乎她演技高低。但当真挑大梁演女主时，所有的缺点完全暴露，根本剧看不出去，出一部就骂一部，连带搭档也被骂惨。说实话，乔欣的起点很高，不管是话题度还是名气，连资源都好得一塌糊涂，但演技总是拉胯，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作品。他真该好好努力一下了，不然就会像 Baby 一样，咖位降级，资源下降，只能沦为别人的陪衬。演员不给力就算了，剧情还很老套。剧情进展非常快，一开始龚俊饰演的心理学专家在大学课堂讲课，通过学生开小差的手机看到乔欣饰演的女主角，也是所谓的情感博主，在电视台做节目，然后迅速通过各种方式穿越去拆穿女主角的言论。这中间真是各种巧合，让男女主角迅速偶遇并隔空结仇。再然后女主角又以寻找闺蜜的名义，千方百计侵入男主角的公司，想要寻找线索。结果2人就这样机缘巧合的各种摩擦碰撞，延续后面的故事。说实话，这样的剧情不仅老套，还显得有点弱，没什么精彩和看点。不仅如此，剧中还一大堆 bug，
小编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小编为什么这么说。女主早上从床上醒来，只见她披头散发地来到自己的办公桌前，这个时候可以看见天已经大亮了。她既没有吃早餐，也没有去卫生间洗漱。小编不知道大家早上起床之后是不是都跟这个电视剧中的女主一个样。然后重点来了，朋友们，只见女主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之后，用手猛力搬开笔记本。这个时候小编心里还说了一句，女主这是要打开笔记本电脑吗？哪知道小编瞬间就被秒打脸了。只见这个神奇的笔记本一下子就亮了。可能这个时候有小伙伴就会来杠了，说看女主大拇指按在笔记本上，它开机了。咦，不对呀，她的大拇指怎么按在屏幕上了？难道不成这笔记本的开机键是装在屏幕上的？小编不知道大家的笔记本是不是每天晚上都不关机的，但就算不关机吧，难不成你们的笔记本都不设屏保的？在小编看来，应该是只有王思聪那样的土豪才不会给自己的笔记本设一个屏保和开机密码的吧，毕竟太麻烦。还有，为了调查朋友失踪，女主特意去接近男主的动机和行为，未免也太刻意了。女主想要知道朋友为什么去做心理咨询，和男主究竟有什么关系，完全可以联系警察或者直接询问男主，而不是大费周章假装去面试，还撒谎喜欢男主。这样的举动显得多余且没有必要，有强行让两人同框相处的嫌疑。逻辑上其实是不能自圆其说的。男女主的人设也没有明显表现出来。龚俊饰演的心理师除了注重环保、坐地铁和乘坐其他公共交通之外，人设相对来说是比较模糊的。而乔欣饰演的女主人设上比较活泼，只不过剧中编剧给她的心理活动过于频繁，时不时的话外旁白让人有些出戏。她所有的思索全都通过旁白来展现，有点过于偷懒了。比如女主在翻看闺蜜电脑时，发现闺蜜和男主发送的邮件发出了连环疑问。编剧用这种方式展现女主的推理过程，其实并不高明。另外，女主去面试时一脸窘迫，又开始各种心理旁白，生怕观众不知道她心中的慌乱，就显得更加多余和不必要了。因为这些情绪完全可以通过表情来完成，大量的旁白内心戏只会让人感觉女主内心戏有点多。而且这部剧2021年4月12日在厦门正式开机，6月23日该剧杀青，仅仅2个月就拍完了，可比较粗糙，故事和人物也经不起太多推敲。片方这么着急忙慌，抓紧时间制作，短短几个月后就顺利播出，其实主要就是要消费男主演龚俊今年的热度。最开始看到剧情简介时，因为又涉及到了心理二字，三成正在热播的其他2部剧，这已经是这个月第3部涉及心理题材的剧集了。对此，不少网友就表示，这是和心理过不去了吗？这种题材原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儿，而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粉丝，一看到路人这样的评论，一下子就急了，跑去全世界解释，咱花园是甜甜的恋爱剧，不是心理医生，是恋爱公众号博主和心理学教授哦。不，咱不是职业剧，咱就是来谈恋爱的。尽管语气很和善，看着没有很强的攻击性，但是依旧体现出来了粉丝们的语气之间充满了急迫感。看到龚俊粉丝这么着急，对路人来说就感觉很奇怪，他们为什么如此着急呢？因为对于普通路人而言，除非是奔着心理专业去，不然大家看剧并不是特别注重在这部剧中主演的职业到底是心理咨询师，还是心理老师，又或是心理医生，他的职业究竟侧重于哪一个方面，不是观众在乎的重点。然后呢，就为了这一个不是重点的问题，粉丝满世界跳脚，急急忙忙地强调这部剧跟职场没有关系，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值得深思。现在的国产剧烂剧功夫都做到了戏外，看看下图中的乔欣，2只眼睛周围画的什么妆，跟那个日本的艺妓一样。小编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都市白领都流行这种桃花眼日本艺妓妆，只是惊叹于现在国内的公司都这么开放了吗？让公司里的女职员都一个个画得跟日本艺妓一样，这是为了勾引霸道总裁还是男同事呢？很难想象一个公司里面所有的女职员都化成这种妆上班，感觉很恐怖，像是走进了日本艺妓歌舞馆。可以想象为一个女演员的眼妆下了多大的功夫，花了多少的精力和人力，使用了多少种品牌，然而却不肯为剧本和一些生活小细节上花上哪怕一丁点的功夫和精力。也有网友发现，这次沉睡花园似乎是想在国内做新的尝试。这次的剧共有16集，但是一集就接近70分钟的长度，这是国内很多剧都没有过的。熟悉韩剧的朋友对于这种模式其实并不陌生。其实这种模式非常考验剧情，如果剧情不足够吸引人，在观剧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疲累感。而且从目前的反馈来说，这种韩剧的模式还是有点水土不服，这样可能也是导致收视不佳的原因之一。之前没有接触过韩剧的观众还是觉得有些不适应。虽然剧情比较紧凑，但是一集70分钟左右的长度，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还是感觉太长了，一集分成2次看完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如果后续剧情跟不上，很有可能会出现弃剧的情况。大家认为《沉睡花园》这部剧怎么样呢？好了，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内容的点击关注，咱们下期再见哦。